我叫陆浅，智商228，也是陆家唯一的千金。好的，大家提醒，战网开始了。我是豪门流落在外的陈千金，被管家带回去数十，我被假千金巴掌。而这位小说推文深度中毒患者，正是我弟弟，智商80的陆这个保家姆叫小少爷。美，深夜潜入产房，用自己的女儿换掉顶级豪门千金。姐，你说这真假千金的故事是不是真的呀？我怎么看你也跟我不像一家人呢？你可不会是那种占了别人身份的假千金吧？姐，我就跟你开了个玩笑，你更不会要打我吧？少刷点没营养的推文，多读2本书吧，不然脑袋放久了都要发霉生锈，连人话都听不懂。把楼上那堆奖章都搬下来，帮我处理掉吧。好的，大小姐。浅浅，这些都是你的荣誉，怎么能处理了呢？明天就是我生日宴，我想把房间布置得明亮一点。丢了多可惜，这可是咱宝贝闺女的优秀记录啊！就是。对了，老陆，浅浅这么优秀，要不在浅浅生日宴上直接宣布她来继承公司吧？啊，都听老婆的，咱闺女开心就好。心机假千金霸占真千金身份18年，被揭穿后丢去喂狗下场凄惨。你把你那破烂小说给我关了，一天到晚的没一个正经，你看你成什么样子？能不能跟你姐多学学？是啊，爸，你说的对。个臭小子！爸妈自小就偏心陆浅，对我一点都不关心，现在就连公司都要分给他。陆浅要是个假千金就好，我就能让他滚出陆家。等，真是的，真千金为什么还不找上门来？少爷，这个是我女儿赵柔柔，这不是大小姐生日宴，筹备事多，我就把她喊过来帮忙打个零工。这说起来也真是有缘呢，我女儿柔柔简直跟少爷共用一张脸。她真是跟我长得好像啊！陆浅就是假千金，现在真千金找上门来了。陆浅，你在我头上蹦跶了这么多年，爸妈都看中你，看我怎么在你明天的生日宴上打你的脸。陆总，陆夫人生了个这么优秀的女儿，可以提前退休享清福了呀。王总过奖了。我老陆啊，能有这样的闺女，那是我8辈子修来的福分。浅浅，陆浅，你的好日子到头了。各位，陆浅就是个冒牌货，他根本没有资格站在这里。你个混小子，你平时胡闹也就够了，今天是你姐姐的生日宴，你还在这儿胡闹，再闹你给我滚出去！你姐姐生日宴，你迟到也就算了，你在胡说什么？爸妈，你们都被蒙在鼓里了。陆浅她根本就不是我们陆家的女儿，她就是占用别人身份的假千金。而我身边的赵柔柔才是你们真正的女儿。够了，陆明，别再胡说了。我说的都是真的。这种鸠占鹊巢的野鸡根本不配拥有这么大的生日宴。这个生日宴应该是属于我姐姐的。陆明，你看真假千金文把脑子看坏了。你说我是假，我就是。今天是我生日宴，平日你胡闹就够了，现在带着你的人马上离开。害怕了是吗？想要赶我们走？大家请看，这才是陆家的女儿，她长得几乎和我一模一样，而你和我完全没有一点相似之处。别说，这么一看，陆明和这女孩还真是像。是啊，难道陆家大小姐真的是报错了？像，小明和她长得确实挺像哈。你们俩确实更像亲姐。爸妈，你们看，陆浅她自己都承认了，还不快把她这个冒牌货赶出去！别再胡说了。浅浅从小在我身边长大，她是不是我亲生的，我还不知道吗？还不赶紧向你姐姐道歉！陆明，不能因为一个外人跟你长得像，就污蔑你姐姐吧？你们怎么能够忍受亲生女儿这么多年在外面受的苦？果然，小说里面说的都是真的，父母就会偏爱假千金，苛待真千金。不行，只要有我陆明在，我就一定会打破这种套路。陆明，我说你俩像亲姐姐，是因为你的脑子和智商确实跟我不在一个层面上。就因为人家给你长了张相似的脸，你就空口白牙污蔑我？你
少跟我废话！长相只是一方面，你今天不把属于我柔柔姐的一切还给她，我就把你打回原形！好啊，倒要看看你怎么把我打回原形！你竟然敢挑衅我！很好，我就让你求锤得锤！陆明，有什么证据就快点拿出来，大家的时间都很宝贵。你还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。大家请看，这是我做的 DNA 报告证书，上面写我和赵柔柔就是亲生姐弟。陆浅，这下你还有什么可说的？这就是你说的证据？妈，你看到了吗？你这么多年辛辛苦苦养的陆浅，她是被保姆调换的假千金，你居然还要让她继承家产？我的天哪，这 DNA 结果都摆出来了，赵柔柔才是陆氏的真千金。陆浅竟然占了人家真千金的富贵，这剧情太狗血了。现在证据确凿，现在这里所有的一切，大小姐的身份，爸妈的宠爱，都应该是属于柔柔姐，而你，现在就给我滚出陆家！算了，小明，爸爸妈妈毕竟养了浅浅这么多年，肯定是有感情的。只要我能够待在爸爸妈妈身边就好了，就别赶走浅浅了。浅浅，你放心吧，我不会让他们把你赶走的。从今以后，我们就当亲姐妹，好吗？就凭你，也想跟我做姐妹？这真千金可真善良，陆浅这态度是不想把东西还给别人吗？姐，你怎么能这么轻易的就原谅他？按照小说里面写的，等你回家之后，他一定会打你的。演完了吗？大家热闹也都看够了。陆浅，你不要再胡说八道了。今天我就让你看看，谁才是陆家真正的主人。保安呢？野鸡不配穿高垫，把他的衣服给我扒了，再把他扔到大街上。够！我看谁敢碰我！住手！谁敢动我女儿一下试试？浅浅别怕，我奶在这。妈，你是不是老糊涂了 ？DNA 检测报告就在这儿，你为什么还要向着这个外人说话？够了，不要再闹了！就凭一张毫无根据的检测报告，就说浅浅不是我的女儿，我不信！闹剧到此结束，你们把这两位给我请出去。妈，你怎么可以这样？柔柔姐可是受了22年的苦，你怎么就不能心疼心疼她？果然，小说里面写的都是真的，父母只会偏心假千金。要怪我，要怪我！如果我没有回来，爸爸妈妈就不会为难了，弟弟也不会那么痛苦了。看来我是不配拥有什么亲情了。浅浅才是我唯一的女儿。动手吧，别让这两个人在我生日宴上继续闹事。陆夫人这是怎么了？证据都摆在这儿，还护着假千金？养了这么多年，多少还是有点感情。别碰我，陆浅，我是不会让你得逞的。浅浅，妈妈来接你回家，都是我的错，当年把你和柔柔小姐给调换。你说你是我妈，你也配？我知道，这一切都是我的错，你不肯原谅我，不肯认我，把你留下。夫人，是我对不起你，当年是我把这两个孩子给调换。傻了吧？我可是看过5000多本小说的人，深谙100种真假千金的打脸套路。陆姐，你一个恶毒女配，凭什么跟我斗？换孩子的司机在此，父亲，你还打算怎么讲？那你说说，当年你是怎么换孩子的？孩子，行了，自己的活你还想不想干了？你跟着我儿子发什么疯？还有你，越来越不像话了。我警告你啊，你再惹你姐姐不高兴，看我回去怎么收拾你！爸，没事，你说一下换孩子的过程。没事，赵姨，你就说吧，知错能改，到时候我会劝我爸妈他们原谅你的。是啊，赵姨，起来说吧。当年我在医院生孩子，听见小护士们议论，说张家千金也在这生着，
我就一时鬼迷心窍，把我刚出生的孩子抱到了你的床边，然后我就把柔柔给抱走了。什么？陆总，陆夫人，我知道错了，我这些年一直生活在愧疚当中，我对不起。所以那个孩子呢？你少在这装傻充愣，柔柔姐就是那个孩子，而你是赵姨的孩子。妈来接你回家，你跟我回去，不要再留恋陆家的荣华富贵了，这些都跟你没有关系，这些都是柔柔的呀。你在我们陆家当了10几年的司机，为什么偏偏现在才说？究竟是良心发现，还是你有所图谋？我图谋什么呀？我还不是看到柔柔这孩子太善良太可怜了，我不想让他跟在我身边，一直吃苦了，你就跟妈回去吧，是我不该扰乱你们的人生。你不要一错再错，跟妈回家。别碰我！没事吧？我没事。浅浅，你就跟赵姨回去吧，她才是你的亲妈呀。你算什么东西？陆家有我陆启，轮不到你一个不知从哪冒出来的野种指手画脚。你怎么能打人呢？简直无法无天！假千金还打真千金，这，爸，你会出来评评理？你难道要眼睁睁看着你假女儿打亲女儿吗？哦，你怎么知道我是假女儿？人证物证俱在，你还想怎么狡辩？这份 DNA 检测报告有问题。不可能，这份报告是我们专门去公立医院做的，绝对不可能是伪造的。陆浅，你还在垂死挣扎。我现在就可以给医院打电话，让他证明我和赵柔柔就是亲姐弟。陆小少爷这么笃定，看来是真的。或者你也可以选择你信任的医院，我不怕。我并不否认这份亲子鉴定报告的真实性，鉴定报告确实可以确认你和赵柔柔是亲姐弟，但是你们有没有想过另外一种可能？有没有可能？弟弟你才是豪门假少爷，该滚出陆家的是你才对。陆浅，你是不是被我戳穿身份急疯了？大家，他说这胡话有人信吗？陆浅疯了吧？自己是假千金被实锤，还要反咬一口说弟弟是冒牌货。不对啊，他自始至终都没有慌过，说不定真有反转。他没有慌。因为他脸皮厚。陆明，你是不是陆家的孩子？不妨问问妈妈，她最有发言权。你还在狡辩？我现在就把你赶出陆家！陆明，你放肆够了！留你在陆家，不是让你这么欺负我女儿的。妈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浅浅说的没错，你不是陆家的人，跟我们没有血缘关系。好了，陆明，你带着你的亲姐姐和你的亲妈离开我的生日宴。不可能，妈，你骗我的对不对？啊？妈，告诉他真相吧。既然你们都想知道真相，那我就不妨直言。其实当年我早产，我的孩子生下没几天就夭折了。老陆当年看我伤心欲绝，怕我撑不下去，刚好医院里有个弃婴，我们就把他带回了家。这些年我们一直对外隐瞒这件事情，对他也如亲人。可是他为了争夺家产，居然联合外人欺负浅浅。下好了，咱不说了啊。陆明，现在真相大白了，请你们马上离开。爸，你最疼我了，对不对？你快说，我才是陆家的血脉。那个陆浅，他是个冒牌货，对不对？你太
太让我们失望了。啊，好，我知道了。陆浅，原来你花钱买通了我妈，叫我妈陪你撒谎。事情的发展已经这么有趣了，亲妈为了这个假女儿，连亲儿子都不要了。陆明，我早就说过，让你少看点那些小说，你是不是听不懂人话？我不信，肯定是我在看的时候，你也在看。不过，没人比我更懂真假千金的打脸手段。我早就知道会这样，所以我留有后手。你行了吧你？什么先手后手的？老婆，走，咱们去休息一会儿。倩倩，这交给你处理啊，我带你妈去休息。休息什么？事情都没解决。哎呦，保安，这群闹事的人全部赶出去！我们陆家不是你们造次的地方。爸妈，你们怎么能这样对陆明呢？毕竟他也是你们的亲生儿子呀。我知道你们容不下我，那我走就好了。你们一家人可一定要幸福。哎，姐，该走的不是你，是陆浅。怎么回事？陆夫人都说了，她不是自己的孩子，她怎么还在坚持啊？会不会有什么隐情啊？今天这宴会来得太值了，这热闹太好看了呀！爸，我就是你的儿子，我有亲子鉴定。陆浅，我承认你比一般小说里的假千金厉害一些，但是爸爸才是陆家的掌舵者，我是他的儿子，这一点不会变的。你胡说八道什么？爸，我没有胡说，我明明就是你的儿子，你为什么不承认？你放屁！来人，保安呢？早说让你把这几个赶出去，你愣着干什么？动手啊你！陆明，老子说你是捡的，你就是捡的，你现在还诬陷老子是吧？陆明，你说你是陆家真少爷，是爸爸的儿子，你有证据吗？我，还嫌陆浅，他脑子坏掉了，他说的话你也信？我有 DNA 检测报告，这就是证据。肯定是假的，这是假的呀！陆明，你整天看那些个网络小说，你他妈脑子看坏了！陆志宏，你真是饿了，什么都吃得下。天哪，陆明和陆总竟然是亲生父子啊！又是领养的，又是亲生的，难道陆明是陆总的私生子？哦，我明白了，拿私生子换了亲生儿子。可是这姿色，陆总的口味还真是奇特。陆明跟陆志宏确实一看就是父子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给我说清楚！还说什么清楚？压根没有的事，这一看就是伪造的，这是假的。爸，这真的不是假的，我用你的头发去测的，真的是真的。这趁什么这？你还闹到什么时候？行了，今天这场闹剧就此结束。那什么 DNA 检测机构，那统统都是假的。既然如此，那就再做一次 DNA 检测，真相自然会水落石出。我同意，我早就知道可能会出现变故，所以早就安排了医生，让他来现场给大家做 DNA 检测，让大家看看你和我到底谁才是真正的陆家血脉。是真正陆家血脉。哎呀，老婆，你就任由这俩孩子这么瞎胡闹？哎，行了，今天的宴会就此结束，那散了吧。不着急，大家既然都看了一半，那就接着看下去吧。你现在过来给他们做 DNA 检测。陆先生，这是我请来最权威的医生，拥有最顶尖国内的 DNA 检测技术，现场测10分钟就能出结果。还要给老子丢人呢？丢到什么时候？我陆家的脸面都被你丢尽了。爸，为了陆家的脸面，这件事才必须当场弄清楚。大家都看到了，也都听到了，我弟弟陆明和赵婶的女儿赵柔柔是亲姐姐，而赵婶是我们陆家用了10几年的老司机。爸，为了证明我们陆家的清白，咱们现在就弄清楚。我不是豪门假少爷，我是爸爸的孩子。可不是嘛，是真是假，做个检测不就一清二楚？遮遮掩掩，反倒更让人起疑。这赵柔柔啊，倒是可以和陆总做个亲子鉴定。妈，别怕，他们说的
会都是真的吗？闭嘴！不管谁是我爸，只要陆志宏是我爸，我都是陆氏的亲戚，其他的都不重要。浅浅说的对，要想证明清白，就当场再做一次亲子鉴定。今天不把这件事情弄清楚，谁都别想离开这里。医生，麻烦你现场为这2位做一次亲子鉴定。鉴定什么鉴定？老子没空，我先走了。放手，你个死丫头！爸，你必须证明我的身份，我就是陆家的少爷。你必须证明我的身份，我就是陆家的少爷。傻吃巴屎的仨傻子！爸，你为什么打我？你难道就这么不想承认我这个儿子吗？你为了陆浅这个假女儿，你不要我这个亲儿子？行了，既然医生都来了，那就做吧。没事。老爸，你别听陆明胡扯，他就爱搞这些事情。还是等检测结果出来再说。还好我准备的多，我爸不承认我，肯定是有苦衷的。我得想想，让我爸知道柔柔姐才是真假千金里的女主，对女主好，才能获得好结局。陆小姐，结果出来了。妈，你看看吧，结果都在这上面。陆志宏，你让我觉得恶心。你让我觉得恶心！啊！你们怎么能够打我爸？把我亲弟弟调包，换成陆明这个傻子，你把我弟弟送到哪里去了？我没有调包，那个孩子一出生就死了，那个医生肯定是假的，假的。爸，那个医生是真的，真的是真的。你个大傻子，我，哎，你还在狡辩！仔细想想，当年的事情。确实蹊跷，我明明只是早产，为什么我的儿子会没了？是你，一定是你！你把儿子藏了，怪我当年太相信，怪我狠心心窍！你放手！这么不信任我是不是？我说死了就是死了，这都多少年了？你冷静一点好不好？还有你这个大傻子，他什么德行你不知道吗？这么扯淡的事你也信？那就去医院，去做专业的检测机构。你跟陆明还有赵柔柔都做亲子鉴定，我倒要看看，究竟是他们撒谎，还是你心里有鬼？个死丫头，我看你别人了！你放手！你闹够了没有？就算陆明是我儿子，又怎么样？哎，里边看什么呢？这个啊，是陆氏集团千金的生日宴，私生女都闹上门来了。听说陆总把当年刚刚出生的儿子都给丢了。明明是第一次见到他，为什么心里觉得这么亲切？走吧，这种小门小户的宴会有什么好看的？爷爷还等着我们呢。把礼盒给我。哎，你干什么去？给陆小姐撑个腰。就算陆明是我儿子，又怎么样啊？这些年我对你不好吗？我对浅浅不好吗？非要这个时候拆我台，我和世宏的脸都让你给丢尽了。我是张爱玲，这么多年要不是你在这碍手碍脚，我早就跟志宏光明正大的在一起，何苦跟我宝贝儿子分开这么远？那你之前说把我儿子扔了，是真的吗？你把我儿子扔哪了？你说你那亲生儿子呀，是我丢的呀。我当年呐，就把他丢在一个垃圾桶边上，那旁边好像还有几条野狗来着。哎呀，说不定被咬断了胳膊，或者咬破了脸，也说不定你还见过他呢。有可能在天桥上，也有可能在地铁里，又或者
是在街边乞讨的残疾乞丐，那个才是你亲生儿子。不会的，我的儿子。没关系。赵成，你以为我会相信你说的鬼话？今天我能让你上门闹事，其实我早就找到我亲弟弟了。你说你找到你弟弟？不可能，你在诈我。刚刚你们说的丢掉我亲弟弟的事，我全都录下来了，这些都是你们的犯罪证据。我现在就报警。妈，可不能让他报警啊！这要是让别人知道我的妈妈是个罪犯的话，那我以后我还怎么嫁入豪门啊？难道陆浅真的找到了他弟弟？不可能啊！那孩子明明被我……可是他报警的话，该怎么办？陆浅，你要是还想当我女儿，就应该装模作样，而不是跟你老子我对着干。当你用私生子换掉我弟弟的那一刻，就不配做我父亲。我想明白了，我爸跟我妈肯定是真爱，我妈肯定是带球跑女主，那个张爱玲是趁虚而入的。原来如此，我家真是世代都是小说主角。爸，你现在就把他们赶出去，我们一家人已经团聚了，已经不需要张爱玲和陆浅这对母女。这些年，你在这个家受了太多的委屈。爸，张爱玲这些年对你使来使去，她还私自让陆浅继承家业，这从来就没有尊重过你。行了，那你们一大家子就好好团聚。你以为陆氏是你爸白手起家的家业？别傻了，陆氏是我妈的嫁妆，是我外公的扶持才做大做强的。陆志宏不过是我们张家的赘婿。你就这么跟你老子说话的？我打死你！哎，老陆，还想打我？陆志宏，带着你的私生子女和小三，马上滚出我家！我承认陆氏起步是离不开你张家的保护，但是陆氏集团的今天那可都在我的掌控之中。那今天的这些宾客，那可都是我的客户。跟这个贱人苟且，偷偷换掉我的亲生儿子，还想联合外人私夺我娘家的产业，之后你简直不要脸！你说我别那么难，我能有今天，那都是我拿尊严换来的。你现在就出去问问，去问问这个客户，到底是选我还是选你？我告诉你，张氏早就变天了。你想用张家的钱养小三，告诉你没门！今天就拿回属于我的一切，让你净身出户。应该净身出户的是你吧？现在就把你们娘俩赶出去。张阿姨，如果你从一开始就听我的，让赵柔柔当陆家的真千金，你们母女就不会被我爸赶出去。要不然，还是让张阿姨留下来当保姆吧，这样直接赶出去不太好。哎呦，我家有人真善良。白养了，白养你这么多年，要这样跟我说话？来人呐，把他们给我赶出去！我看你们谁敢！没有我，陆氏哪有今天？娘俩能现出什么风浪？来，把他们娘俩给我赶出去！陆小姐，首富家孙子韩成特地带了礼物来给你庆生。天哪，首富的孙子竟然来给陆家千金送礼庆生了，长得也太帅了吧！听说他一直在国外，刚满18岁就获得了哈佛学士的学位，这次回国就要开始继承韩家了。陆家千金居然认识首富的孙子，我们怎么没有提前得到消息？是啊，好帅呀！哎呀，韩少你真的来了，太给面了。陆小姐，生日快乐！看来我是赶上了宴会的末尾。韩家跟我陆氏从来没有合作，韩成怎么会来给我送礼物？还表现得这么熟练。你既然特地从国外赶回来，多谢了。今天恐怕招待不周。我们之间不用客气。韩少，你是什么时候跟小雨认识的？我们算是一见如故啊！哎呀，韩少，今天让你看笑话了。这位，才是真正的陆氏千金。来，跟韩少打个招呼。
韩少好。呀，今天时间不太巧，我还要去参加爷爷的宴会，先失陪了。哦，对，遇到任何麻烦，随时给我打电话。还让我送送你？不用。芊芊，你说，你弟弟是不是真的在外面要饭了？他还活着吗？他过得好吗？妈，你别怕，我一定会找到弟弟的。他福大命大，肯定过得很好。他还那么小，他一个人在外面怎么活呀？芊芊，妈妈是不是很没用？你信了陆志煌的鬼话，养了他的私生子那么多年，我自己的儿子还在外面受苦。妈，这不是你的错，你也是受害者。芊芊，不是妈妈害了你，陆志宏带走了我们家的企业和人脉，我们以后该怎么办？这些你就别担心了，我相信陆小姐以后多多合作。我老王啊，以后只认准你一个。陆小姐，我最看不上这种赘婿了，以后我林家就认准你了。你们想靠我攀上韩家的关系，那可得看你们表现了。待会儿你自己跟爷爷解释吧，把爷爷的礼物送给那什么人。走吧。等等啊，韩少。老陆，咱们回去就搬到陆家豪宅呗。柔柔一直挤在那小房间里，寒酸死了。谁让你们今天来宴会上闹事的？老子脸都被你给丢尽了。小气，小气。我们这是在帮你，难道你一辈子都要仰人鼻息吗？我早就看不惯陆浅和张爱玲对你吆五喝六的样子了。是啊，怎让他张爱玲搞管孙子，我才是陆家的一家之主，没有我，他们娘俩什么都不是。对，而且爸爸，我觉得你特别厉害，你特别像小说里那种手眼通天、白手起家的男主。现在你可以跟我妈破镜重圆了。真的？真的，当然是真的。而且我姐赵柔柔就是小说里的女主，我们一家都是主角命。刚刚那个韩少估计就是过来找我姐，只是错把贾千金当成宝了。咱们陆家素来跟韩家没什么来往，今天他来确实蹊跷。爸，这韩少怎么走了呀？你可不可以介绍我跟他认识啊？他好帅呀！我也是豪门千金了，我是不是可以跟他联姻啊？姐，我可以帮你攻略他。真的？姐，你听我说，我看了1万多本小说，我最知道这种豪门阔少喜欢什么了。听我的，这没错。有你在，我肯定打败韩少。爸，等我嫁入韩家，我就让他们家的生意全部都跟我做。好好好，哎呀，不愧是我的好儿女。那是，志豪，瞧这两孩子，一心为你分忧呢。很好，有了韩家对我的助力，再加上我这些年在张家积累的人脉，我就能成为顶级豪门。我看还有谁能看不起我？哎呀，说不定被咬断了胳膊，或者咬破了有可能在天梯上死了的那天，又或者乞讨才被起来。不要带走我的孩子！妈，你是不是又做噩梦了？我梦见你弟弟在野口跟坏人咬断了腿，还在边角要饭，我好怕他在外面受苦。妈，弟弟吉人自有天相，肯定没事的。他还那么小，他一出生就被丢出去，他一个人在外面怎么活？这几天妈妈一直在做噩梦，梦见弟弟在外面受苦。不行，不能这样下去了。妈，其实我已经找到我弟弟了。你说什么？之前在宴会上，我不是说过吗？你也见过的，他过得很好。你是说韩城？他不是首富家的孙子吗？
怎么会是我儿子呢？妈，我不会骗你的，要不让他来我们家，亲子鉴定不会骗人的。真的吗？我穿这身会不会不太得体啊？我该送什么给孩子呢？我去找找。啊，我带韩城来了。像，真像。陆小姐，什么事情需要我帮忙？我想请你假装一下我弟弟，在我找到亲弟弟之前，先稳住我妈妈。如果你有顾虑的话，我找别人。我只是想让我妈妈知道，我弟弟过得很好。我答应你。我说我答应你。没想到韩晨真的愿意帮助我，只要让医生帮忙做个假的 DNA 检测报告，那妈妈应该就不会再被噩梦缠身。我私下里再继续找我弟弟。妈，其实我也一直在找你。这韩晨入戏竟然这么快，这就喊上妈妈了。妈，我就说弟弟过得很好。韩少夫人，跟我来吧。哎，走。先把我的行李箱放到楼上主卧去，然后呢，再把这间房子按照我的要求重新装修一下。你们不能进来，大小姐收过。这是我们陆家的房子，拿着我们陆家的工资，竟然敢拦我！难道你不知道，我才是我爸爸亲生女儿，陆家的真千金？姐，他就是想给你个下马威，这种人就是欠教训，小说里面都是这么写的。那我今天就好好教训一下你规矩的臭保姆！谁给你们的胆子来我的房子打我的人，我就要打他了，我看你能怎么样！你竟然敢打我姐！你果然是恶毒女配，记得我姐是真千金。连你一起打！你竟然敢打我们！我要让我爸把你赶出去！私生女、私生子，你敢登堂入室，还敢把我赶出去！我现在就报警，说你私闯民宅。18号别墅来了2个闲杂人等，来人帮我处理一下。没事，不用怕，他这种恶毒的人，一定会有人治他的。爸，这个陆浅打我跟我弟，还说要找人把我们丢出去呢。老陆，陆浅，你好大的胆子！柔柔是我的亲生女儿，现在要住进陆家来，没你说话的份儿。你带着小三和你的私生子女上门，真是不知廉耻！哼，你爸妈都要离婚了，而我应该要成为堂堂正正的陆夫人，跟我说话客气点。陆浅，该离开陆家的是你。没错，真假千金纹理，这种时候就要当家男主人登场，赶走鸠占鹊巢的假千金。来一个，我赶一个；来一家，我赶一家，顺手事儿。王妈，你去把陆浅还有张爱玲的那些个东西都收拾出来，扔大街上去。你们怎么回来了？离婚协议已经寄给你了，你还回来干什么？不想再看到你。你想分割我陆氏集团，门儿都没有。这世上根本没有什么陆氏集团，这都是我妈的嫁妆。我咨询过律师了，有婚前财产协议，根本分不走我妈的家产。那我就不答应了，我会带着我的儿女们住在这个房子里。哎，爸，还有我，那就把陆浅之前的房子留给我住就好。没问题，愣着干什么？把大小姐的房间收拾出来。你们是故意来恶心人的吗？张爱玲，你想跟我离婚简单呀，你净身出户，要么你就得接受我带着赵成还有我的儿女们住进来。陆志宏，你简直不要脸！我说张爱玲，不如好好想想你亲生的宝贝儿子，你在这儿多磨叽一会儿，他在外边那就多受一会儿的苦。你们还想拿我亲弟弟威胁我妈？我不是跟你们说过，他早就找到我亲弟弟了吗？根本不可能。热闹！发生什么了？韩少，你怎么来了？哎呀，你也不提前通知我一声。去。韩少，你是
来跟我们陆氏集团谈合作的，那你找我呀？但陆姐他们说了不算。陆总，你想跟我合作？那是当然。姐，我说什么来着？你就是女主，现在危难时刻男主登场。我觉得你说的对。陆明这蠢货，还在想着自己是小说里的主角。韩少，你不是答应要跟我合作吗？这儿没你说话的份儿。陆总啊，你也知道，我们韩氏集团的合作伙伴那是千挑万选的，不差你这一个呀。哎呦，韩少，那我是非常有诚意的呀。那陆总，你们家的丑闻你能解决吗？您的意思是让我把我的私生子女们赶出家门？我只是提个醒，毕竟我不需要一个随时会爆的雷呀。爸，你还没听明白吗？韩少让你和张爱玲离婚，跟我妈组成新的家庭。对，您是这个意思？我需要尽快得到你的答复。我妈肯定会跟你离婚，我们张家的家产1分都别想拿走，否则在法庭上见。我会让全世界的媒体都知道，让你天天挂在头条上。陆浅，你敢威胁你老子？你带着小三和私生子女上门恶心我妈的时候，就没想过我会报复。张爱玲父亲留给她的家产占据了陆氏集团的大半部分，不能轻易放弃。可是韩家这艘大船，我也不能错过。哎呀，既然陆总无法决策，我们韩氏也不想跟优柔寡断的人合作。别，韩少，我考虑好了，张爱玲，我现在就跟你离婚，谁稀罕你点破家庭？陆总，好魄力啊！那我等你的好消息。离婚协议早就准备好了，还有财产分割。王妈，张爱玲，你就守着你那点破家底儿，等我跟韩氏达成合作，我就要什么有什么。今天你来找我，是要问你自己的身世？你可以告诉我。没错，你是我从孤儿院收养的。但是不管你是谁，你都是我们韩家的继承人。不管是什么原因，你的亲生父母都是将你丢弃的人。在世界某个地方，若是我的母亲遇上困难，也希望有人帮助她，就像现在的我一样。姐，快去！现在去把这杯水淋在韩城的脑袋上，他就一定会记住你的。行，能。韩少，你是不是来帮我撑腰的呀？太谢谢你了啊！你是？我们之前在宴会上见过呀，你不记得啦？就那个，哇，你好帅呀！对呀。他怎么好像不太愿意搭理我似的？姐，你这为什么不听我的呀？他这种富家公子哥最喜欢那种笨笨的女孩了。你现在最主要的是要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。姐，别让陆浅听到，他想从我这偷师学艺。那回去再说。陆浅啊，陆浅，你就算想过脑袋都不知道我的妙计，因为这都是我从小说里面看来的。签好了。行了，我妈现在已经跟你离婚了，现在带着你的垃圾们离开我家。你有什么好得意的？我还怕你们娘儿俩占我便宜呢。韩少，我现在已经离婚了，我会尽快和赵成结婚的，到时候这俩就是我的婚生子女。我会很快对外宣布。陆总，这是你的家事啊，你不用跟我汇报啊。那咱们的合作啊，你拿策划案来聊就行了。我懂了，韩少，这样我现在就回去，让我的员工们加班加点的给你弄。好。现在可以离开我家了吧？走，爸给你们买大房子，谁稀罕住这儿？那我也先走了。大小姐，亲子鉴定结果出来，韩少真的是夫人的亲儿子。妈，你看，我就说吧，他是我亲弟弟。真的，他真的是我孩子，这实在太好了。我刚刚都没有跟小陈说话，都不知道他喜欢什么。浅浅，这件事情千万别让你爸爸知道，要不然你爸会缠着他，带给他麻烦的。没事儿，妈，小陈是向着我们的。韩
韩少真的是夫人的孩子。知道了。本来就是要他做个假的 DNA 检测，这医生还挺投入的。昨晚咱们小陆总生日宴会被私生女闹事的新闻，你们看到了吧？是啊，我真没想到陆总竟然有2个私生子。哎呀，豪门真乱啊！刚刚呀，还看到陆总发布公开声明了，要放弃陆家家产，跟那个男人婆小三结婚啊，甚至呀还要公开那对子女是他的孩子呢。真的假的？什么眼光啊，真的是！陆总，我们只是……没事。既然大家都看到了，那我就宣布一下，咱们公司正式改名为张氏集团。待会儿公司就会发内部通知。老板威武！老板威武！以后叫我张总，不会随我妈妈的姓。今天也是咱们张氏集团成立的第1天。先把招牌换了。姐，看，这就是咱们陆家的公司，以后你就是这名正言顺的大小姐了。过了22年的苦日子，今天总算是给我留到豪门了。你说我在这公司有什么职位？之前爸爸让我当总监，但是我不爱上班。我觉得你最起码也是个总监。哎，不过爸爸不是离婚放弃陆家财产了吗？那我还能留在公司吗？这你就不懂了吧？放弃的只是一部分张江赠予的股份，但爸爸的职位还是公司的总裁，这是公司的组织架构。不愧是从小在豪门长大的，懂得真多。走吧。他们都是出来欢迎我的吗？你们还不过来？见过我们的陆氏真千金？还陆氏真千金呢？我们是张氏集团。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？这明明是我爸白手起家打下来的公司，怎么会是？以后我们公司跟陆氏再无干系。这是我爸的公司，你凭什么改名换姓啊？就凭我是公司的总裁，就凭陆志宏净身出户。你什么时候成为公司的总裁了？弟弟，这是不是搞错了？没事，不用担心，肯定是陆浅故意在笼络人心，想要打压你，给你个下马威，我们当面打回去就是了。真假千金小说里都是这么写的。真拿自己当大小姐了，还真假千金呢？真是脑子看小说看坏了吧？你啊！谁给你们的胆子来我的公司打我的员工？信不信我立马报警啊？谁要报警？报什么警？欺负我女儿是吧？行，我现在以总裁的身份宣布，你们都被开除了，赶紧收拾东西滚蛋！不愧是我老爸，拎得清，超级女儿奴。需要滚蛋的不是他们，而是你。倒反天罡了！你什么身份？还敢开除总裁？看来你贵人多忘事。这份财产分割与退出协议是你们前几天亲自签下的，白纸黑字，具有法律效力。即便如此，我依然拥有公司的股票，我仍然是股东。确实，你确实买了我们公司的股票，但是很快我会宣布让公司退市，建议你现在就卖出股票，否则这些东西将成为废纸。爸，别担心，我们还有底牌。你不是说韩氏要答应给您撑腰谈单子吗？只要我们谈下韩氏这个单子，我们立刻就能东山再起。哼，到时候手撕这个恶毒女配。对，等我嫁给韩少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让这个陆浅破产。对。哎呀，韩少，你真的来了，欢迎欢迎。你是？哎呀，陆志宏，您忘了？之前您答应过我，只要我跟张爱玲离婚，您就支持我，咱们谋求合作嘛。想起来了。哎，陆总，会议室准备好了吗？还不赶紧准备去！这边请吧。这陆浅，该不会是想抢我的单子吧？韩城自从那次宴会后，就一直往这个公司跑，我倒要看看有什么猫腻。
等我抓住他的小辫子，就去爷爷那儿告状，剥夺他的继承权。姐，机会来了，机会来了！你是女主，一定要抓住机会，给她留下深刻的印象。按照我说的法子上。你放心吧，我一定会把握住的。哎，对了，姐，一定要按照我说的，千万不要擅自行动。有知道吗？陆浅，你别想抢老子的单，韩少那是专程冲着我来谈合作的，是吧，韩少？堂弟啊，我倒是很感兴趣，这陆总到底有什么特别，值得你亲自过来？那自然是看中了我们陆氏集团的前景了，是不是？别说我不顾念父女情分，既然你这么有自信，那就拿出你的本事。你当着外人面掺你老子谈。好了，你的方案呢？方案？哎呀，是这么回事儿，韩少，那个方案到时候包您满意。哎，是这样，二位韩少能亲自来我们公司，那真是我们公司的荣幸。放心，今天我一定好好招待二位。他该不会真的听了陆明的话，打算来吸引韩城的注意力吧？韩少，这是我女儿柔柔，您之前见过。哎，柔柔，快给韩少上咖啡。就这种姿势。起来！你这个女人，你是不是故意的？不是的，不是的，韩少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对不起，李韩少。你看清楚了，你拖的是我，你对着他道什么歉？啊！我就是那种笨手笨脚的女孩，做什么都做不好。起来！该死的！哎，你弄脏了我的衣服，你眼睛瞎了？他这里不太好，你下着你吧。没关系，可以理解。哎呀，韩少，实在是对不住，我这女儿我给惯坏了。哎呀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道歉有用吧？要他妈警察干什么？韩少，救我！我们走吧，这里不是谈话的地方。韩少，你上哪去？过来！哎呀，韩少，哎，死老头子，过来！不，是这样，韩少，今天实在是对不住了。您这衣服多少钱？我赔给您。30万。30万！我从小到大都没见过这么多钱呢。你是个什么东西？我这衣服可是意大利手工定制的西装。我赔，哎，好不好，韩少，我赔。韩少，你倒是很淡定。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，习惯了。之前你帮我稳住我妈的事，我还没有当面感谢你。没关系。对了，你找到亲生弟弟了？妈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听说小陈今天要来，就特意过来了。对了，我记得我儿子额头上有个红色胎记，你可以让我看看吗？可以吗？妈，之前不是做过亲子鉴定了吗？怎么还问这些？我就是太想念你弟弟了，时不时的就会梦见婴儿时期的他，小小的一个，那么可爱，一些细节就都忽然想起来了。如果妈妈发现韩城不是我弟弟，会不会崩溃？我要跟韩城对一下口风才行。可以吗？是这样的吗？对，就是这样的，像个小月亮。之前忘了问，你喜欢吃什么？有什么特别的爱好吗？可以多跟妈妈说说。妈妈从来都没有了解过你。怎么回事？韩城怎么也有弟弟同款胎记？大小姐，
亲子报告结果已经出来了，韩少真的是夫人的亲儿子。大小姐，我最近手头有点紧，可不可以借我10万？10万？不然我可不保证韩少的秘密会不会闹得全城皆知。原来医生当时真的做了亲子鉴定，韩城真的是我弟弟。谁能想到，弟弟他被普通豪门渣爹丢了后，竟被顶级豪门收养了。浅浅，刚才大老远的听见你说小陈帮了你什么，要感谢他。感谢小陈回到我们身边啊！对对，谢天谢地。你个废物点心！这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，你知道韩志有多不好惹吗？啊！你泼他一身咖啡，你爸我这就要为他咬下来多少块肉，你知不知道？我还得给他们公司当免费的供应商。你把我这张老脸都被你给丢尽了。爸，你怎么能这么说姐姐呢？她可是咱们家流落在外的真千金，天命的女主，这点小挫折算得了什么？你他妈看那网络爽文，你把脑子看傻了吧你？面对现实吧。现在是陆浅，他已经跟韩城接上头了。那你爸我，这都快被踢出局了，你知不知道？爸，你别急，我攻略豪门少爷的100种方法，现在才用了不到10招。姐，你相信我这次一定能帮你拿下他。真的？嗯。但是我现在在他眼里，是不是像个傻子呀？这最后一招，也是最厉害的一招。我靠，天赐良机啊，姐！他一个人去卫生间，快跟上去拿下他！什么？去卫生间怎么拿下他呀？笨啊！这假装走错呀！这狭小空间，意外邂逅，这种情况更能测出爱情的火花。快去，这是真正的机遇！他们怎么还来咱们公司啊？忘记删除陆志宏权限了，待会儿我跟行政说一下。这个陆明一直是这样吗？放心，弟弟，咱们家风水没问题，你不会变成那样。那就好。走吧。韩城在这儿。那韩城在这儿，那里面穿西装的那个是谁呀？怎么能让那该死的恶毒女配居然这么得意？可恶！不行，身为姐姐的守护神，正义的化身，我一定要帮她拿下韩城，走上人生巅峰！哎呀，你们两个大傻子，给我消停点吧啊！别再给我添乱了。我还得赶紧去给那韩城准备什么策划书，这才是正事儿。姐，咱们绝对不能放弃！走，跟着他们，看看他们去哪儿。哎呀，还是算了吧。姐，怎么能算了？你是天命女主，你绝对不能输给陆浅，而且这是你离成功最近的一步了。你试错这么多次，你有认输吗？姐，真的要放弃吗？姐，这一次一定要下入豪门。加油！小陈，上次你来都没有带你好好参观一下。
你走了之后，妈妈就给你收拾了一个房间出来，你随时可以回来住。要是你觉得不方便，妈妈也可以单独给你买栋别墅，只要你愿意。不用那么麻烦。是妈妈没有保护好你，你心里会不会怪妈妈？你在韩家过得好吗？妈，弟弟怎么会怪你呢？他可懂事了。之前陆志宏欺负我的时候，他二话不说就来帮我撑腰呢。妈，我在韩家过得很好，爷爷是真的把我当继承人来培养。我今天就住这儿。好，快去把少爷房间再整理一下，被褥都要用新的。好的，夫人。好冷啊！这都这么久了，这韩家怎么还没有出来啊？哎，他该不会在里面过夜了吧？什么？在里边过夜？太好了，真是天助我也！郑成没机会用上我的霸祖文终极杀招。你有什么馊主意？你该不会绕混我？姐，听我的，这招叫入祖房，上错床叫鸡蛋球跑。我看的100本小说，99本开头都这么写，绝对经典，一听就火。听我的，准没错啊！这我还没有准备好呢，讨厌！有什么准没好的？机会稍纵即逝。这样，我一会儿给保姆王妈打电话，让她安排你走错房间。真的？那你快告诉我，我该怎么做呀？喂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，王妈？大小姐，是那个陆苗，他让我等您睡着了，偷偷给他们开门，还说要把赵柔柔送到韩少爷的房间里去。哦，这样，那你就答应他啊？答应？大小姐，我绝对不会背叛您和夫人的。没让你真背叛，你就口头答应他，让他等着。至于开不开门，那还不是你说了算。啊，我明白了，大小姐，我就跟他们说，好，然后开睡。我妈答应了，她说一会儿等陆姐睡着就给我们开门，再坚持一下，坚持就是胜利，机会就在眼前。不行了，我要回家，这都后半夜了。哎，姐，我们离成功就差一步了，你难道不想嫁入豪门，成为令人人都羡慕的韩太太吗？小明，我怎么感觉你把我当日本人耍了？姐，我这都是为了你好，我这不是陪你，我这不也陪你挨冻的吗？爹，姐相信你。加油！两位这是改行要饭了，还专挑我家门口。陆浅，你少狗眼看人低，像你这样的恶毒女配，迟早会遭报应的。公司破产，众叛亲离。你竟然真的跟他待在一块儿了，我是永远不会原谅你的。姐，父亲脑科医院真的不收他俩？估计是小说看多了，把
脑子都给看坏了。你们，韩城，你就等着追起火葬场吧，一定会后悔的。哼！我去，脚麻了，爷爷，这次您可不能轻饶了韩城，他做的事儿，简直就是在打咱们韩家的脸。这次，您必须好好整治整治他，以正家规。爷爷，您找我。韩城，你干了那些好事儿，爷爷全知道了。我看你这次还怎么狡辩？我干什么了？你还装傻？我问你，昨天晚上你在哪里过的夜？今天早上又是和谁一起从别人家里出来的？还有昨天在公司，你跟那个陆浅，你把我们韩家的项目当什么了？你的私人礼物吗？我们韩家容不下你这种吃里扒外的东西。看吧，你拍的？是我拍了又怎么样？一人做事一人当，我就是看不惯你假公济私。韩城，你有什么要解释的？爆拍挺帅，你光线也好，角度也对，你不能把底片发我一份啊！韩城，你别太嚣张，别以为爷爷属于你继承家业就可以无法无天。你信不信？只要爷爷一句话，立马能剥夺你的继承权。韩志，你出去。不是，爷爷，他都这样，证据确凿，您不应该剥夺他的继承权，把他赶出公司吗？出去！我有话要跟韩城单独说。韩城，你向来稳重，心思缜密，做事从不留人画饼。这次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那些照片不是假的。我找到了我的亲生母亲。亲生母亲？韩城，他竟然不是我韩家的血脉，韩家的一切都应该是我的，我必须毁了韩城，对，彻底毁了他。可是韩城这个人做事太稳健了，很难从他身上懂多口。对陆浅，韩城对他明显不懂，只要从他下手就好。我需要找个了解他的人。你就别让我去追求韩少了，他都已经跟陆浅在一块儿了。你怎么可以轻易放弃，让他们得逞？其实吧，我对现在生活已经挺满意了，毕竟我爸爸挺有钱的，比我之前在厂里打螺丝好多了。那再怎么说，我也是豪门千金呀。至于首富家的少夫人，就算了。这肯定都是误会。韩城跟陆浅之间没什么的，男女主之间总是百转千回、经历曲折的。你们别想了。你怎么来了？你想干什么？谈个交易。你找我们干嘛？昨晚把你衣服弄脏的事情，我们都已经赔钱了。就是。30万的衣服，对我来说不过9牛1毛。你跟我合作，那笔钱我可以还给你，或许还能许诺你们更多的好处。啊？合作？合作？你要跟我们陆氏集团合作？哈哈！原来我骆明的名声早就已经传遍了整个豪门。说吧，什么合作？我要你们帮我搞垮陆浅和韩城。啊？不可能，我不会帮你对付韩城的。没错，我们绝对不会帮你做这种事儿的。省省吧，还真以为韩城是豪门大少，他不过是我爷爷捡回来的孤儿。你想嫁给他当豪门少奶奶，可惜你选错人了。什么？韩城竟然是个孤儿？我才是韩家真正的继承人，韩家的一切都应该属于我。韩城那么帅，哦，我知道了，我
终于知道了。行，我答应跟你合作。干什么答应他呀？姐，你怎么还不明白？你是豪门真千金，他是豪门真少爷，你们两个昨天阴差阳错的相遇相知，今天又结成了联盟，多么偶像剧的遭遇啊！这就是男女主之间的吸引力。你们好好讨论讨论。那我们帮你得到韩家，你能帮我嫁入豪门吗？那我们帮你得到韩家，你能帮我嫁入豪门吗？那就得看你们有没有那个价值了。好，那就合作达成。我们绝对是你最大的助力。我看过15000本小说，熟悉100多种经典商战的套路。首先，我们就去陆浅公司窃取他的机密，搞砸他的单子。不错，你的想法很好，我果然没有找错合作对象。一会儿，你们就去陆浅电脑里把合作方案偷出来，包在我身上。姐，陆家那对姐弟现在跟韩赤搞在一起了，他们可能会整出什么事情，需要我帮你解决吗？不足为惧。正好生活无聊，找点乐子也挺好。好，对了，我爷爷想要见你一面，等我约你时间吧。嗯。赵柔柔，你又来干什么？你管我啊！再怎么说，这公司以前也是陆氏的，是我爸的地方，不想也就……看来上次的教训你没记住。我是来这公司拿东西的。那再怎么说，我爸以前也是公司的总裁，他办公室里的东西都要拿走。行啊，那就进去拿吧。陆浅啊，陆浅，你还是太年轻，商战的险恶你根本不懂。等我拿到核心机密，你就等着破产吧。看清楚，这里没有你爸的东西。那我喝口水总行吧？你总不会打算要渴死我吧？再怎么样，我也是你同父异母的姐妹呢。机会来了，弟弟说的果然没错，陆琪就是个无脑的路东女士，这电脑里肯定全是重要文件。密码？怎么还有密码了？我怎么会知道密码呢？是的。我看过了，这里确实没有我爸要的东西，那我就先走了。不过我告诉你，你的好日子没几天了。哦，怎么说？你想破脑袋想不明白。混进公司太简单，但陆浅的电脑有密码，我试了几个都不对。电脑不行就从别处下手，公司不止他一台电脑，找机会接触财务项目部的人，或者用点非常手段。我知道陆浅电脑的密码，我告诉你啊！你怎么不早点说？我已经走了。没事，晚上等人都下班了，咱们再溜进去，直接来一个大破坏。真假千金和嫁入豪门的把戏不玩，开始搞商战，有点意思。验证失败。奇怪，我以前的权限怎么没了？验证失败。我靠，这怎么还报警啊？我知道了，肯定是陆浅干的，他好像还是黑客。笨蛋，快跑啊！啊！哎，这边。
你不是年纪权限了？怎么回事？这谁知道这陆浅做事这么绝？以前我进公司都是很方便的。就是这个，这次不行，我还有别的法。是谁弄吃的招？难不成你背后还有高手？这事交给我，你就放100个心。最顶级的商战往往采取最普通的方式，烫死对手的才气。员工是公司最重要的组成，只要让员工们都困在厕所里，这个公司就无法运转。你卫生间的纸我都团了。男卫生间的纸也扫荡一空。你们两个的商战成果就是偷来鸡犬卫生纸，拿开水浇别人家的发财树，是不是很绝？我到底为什么会找上你们两个天才来合作？啊！天才人！你们两个蠢货！我要是赢过陆浅和韩城，不是让你们来这里给我搞笑的。哎，多找几个人来陆氏集团，我要抓2个人。他竟然瞧不起我，我一定会证明自己的实力，绑架陆浅和韩城，这种违法乱纪的事情，真是最低级的商业手段。就是。吃的怎么样？不怎么样，你呢？我觉得还行。那你要不喜欢，我让厨师换换口味。行啊。哎，姐，怎么了？韩志是不是在对付你啊？我助理说他要跟你玩商战。好像确实有。如果那也算商战的话，姐，你不用一个人硬撑啊，我可以帮你的。他天天拿开水浇我办公室门口的发财树，还把隔壁公司卫生间的纸巾都偷光了，害得隔壁公司老板被困在卫生间1晚上，气得要报警。就这？走吧。你再通融通融，我真的是来找韩少谈合作的。我是陆氏集团的总裁，你看我这可是带着方案来的。抱歉啊，少爷没回来，还请改日再来，或者留下名片。哎呀，你怎么这么死脑筋呢？哎，我还有身份，我没告诉你。其实啊，我是他的未来岳父，我女儿柔柔那读的女朋友。哎，先生，您若再这样下去，别怪我只能报警了。哎，狗眼看人低的东西，你行啊？等我女儿一过门，老子一个人一拳不该走人。什么玩意儿你？韩少，哎呀，韩少，我可算是把您给等着了呀！您看您家这个下人，这太不懂事了，说什么也不让我进去。那好歹我也是您的贵客。少爷，他死活非得要进去。少爷，我是要放他进去吗？不用，你做的没错，闲杂人等，不得入内。韩少，
咱之前明明说好的呀，您要跟我合作的。那，哎呀，您看我为了做你的这个项目，我不知道推了多少合作商。究竟是你自己推掉的，还是合作方不找你们？陆浅，你是不是在韩少面前说老子坏话啊？你就是想看你亲爹在外头丢人是吧？丢人现眼！你丢掉自己的儿子，换上私生子，什么垃圾人品！整个城市的人都知道你是什么垃圾。韩少，你别听他瞎说，咱不能因为这件事对我有偏见，不是？那你说说，那件事究竟怎么回事？哎呀，那是这么回事。当时啊，我老婆把孩子生下来，那就是个死胎。我是为了怕我老婆伤心，所以才找个孩子顶替的。对，就是这么回事。死胎啊？那你说说，你把死胎扔哪儿了？嗨，我不就扔在马路边啊？我呀拿到公墓里埋了。把他赶出去，从今以后不允许他出现在韩家的任何场合。是。哎，韩少，你听我解释，那就是个死胎啊，韩少。闭嘴！张爱玲，切，你们他妈的好狠，不给老子留活路。行，不让老子好过，老子也不让你们好过。等着。这个浅浅最爱吃了，待会洗干净了，给它当餐后水果。这个小陈喜欢吃煎的嫩一点的，等他们姐弟俩晚上回家，咱们就开饭。好的，夫人。王妈，你说韩老爷子那边会答应让小陈认回来，常回来住住吗？毕竟韩家对他有养育之恩。夫人，您别太担心了。大小姐和少爷是个有福气的孩子，韩老爷子肯定不会为难他们。是啊，你说的对，我们家浅浅聪明懂事，我们小陈稳重有魄力，谁能不喜欢呢？就是。小个法儿混进去。当年儿子的下落威胁张爱玲，之前他说是找到了，不会是真的找到了吧？韩城，大小姐，求你再帮我最后一次吧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陈医生，你还好意思来求大小姐？你当初拿着韩少爷身世的秘密来威胁大小姐拿钱的时候，难道没想过有今天？哼！韩少爷的身世。哎呀，韩城不会是我当年丢掉那个儿子吧？来了，欢迎，太给面子了。陆小姐，生日快乐！发生什么了？难怪他当时要在宴会上跟陆谦结尾，哼，还骗我跟张爱玲离婚。看来他还不想把这个秘密公之于众。行，我就拿你身世的秘密要挟这娘俩。至于韩城嘛，浅浅啊，后生可畏啊！你的名字我早就听说过了。小程，以后啊，多跟陆总学习啊。韩爷爷，您过誉了。这次冒昧拜访，首先要向您致歉，没有事先征得您同意，我和我母亲就与他做了亲子鉴定。事实证明，他确实是我失散多年的亲弟弟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放弃了18年，
现在突然出现，是要来跟我抢孙子？不，您误会了，我这次来是专程来感谢你们，感谢您这18年来对他的养育和栽培，我并非要将他从你身边抢走。感谢？我们韩家那可是顶级世家，我悉心培养的继承人，难道要去你们那个张氏企业吃苦？你们公司的体量，连我们韩氏的零头都比不上。爷爷，你知道的，我不是那种喜爱钱财的人。你闭嘴，这里哪有你说话的份？跟我平等对话，可以给你1个月的时间，把你们张氏集团的市值翻10倍，做到让我看得上眼。届时我自会公开韩城的身世，免得别人说我们韩家的继承人被小门小户的母亲和姐姐缠上了。谢谢爷爷为我弟弟考虑。什么你弟弟？这也是我孙子。爷爷，这个要求是不是有点太高了？1个月内市值翻10倍，这……我教了你这么多年，这一点小事都做不到？爷爷，你的意思是要我帮我姐？我可没说。好，爷爷，我必然不会辜负你的期待。我现在就让母亲准备认亲宴会。做到了再说吧，现在准备为时过早。你回来啦？怎么样？跟韩氏合作谈成了吗？合作？谈什么合作？哎呀，不谈，咱们什么时候能搬回大房子里去？一家4口挤在这么个小房间里，这种事都费劲。咱们想亲一下，方便。哎呀，我跟你说，韩氏继承人韩城，那是我儿子，我亲儿子。是说韩城就是你当年丢了的那个孩子？对呀，我想好了，我呀打算以后跟他搞好关系，等他继承了家产，那我也跟着飞黄腾达。思来想去吧，我这人还是适合吃软饭，那自己创业太累了。我这人那也是天生的富贵命，以前我吃张爱玲的，从今往后我吃我亲儿子的。既然是亲儿子，这软饭我还就硬吃。你吃他不行，我吃谁去？我好不容易让他抛弃了张爱玲和陆谦，现在竟然又冒出了一个韩城。这韩城要是认了他，那我和柔柔、小明在这个家里还有什么地位？哎，爸，快给我们转50万，有大事要办。多少？50万？你什么大事？你用那么多钱？是帮韩少夺嫡的大事，只要他能够拿下韩家，我们所有人都跟着吃香的喝辣的。对，我们这是商战决赛圈，爸，你一定要支持我们，你一定要支持我们。这傻小子之前总是撺掇柔柔接近韩城，看来是搭上线了。不错，他们先跟韩城搞好关系，我再诚恳认错。韩城毕竟只是个孩子，他还能不认我这个亲爹？柔柔，我跟你说啊，你从今往后你别打什么想嫁给韩城的主意了，听明白了吗？我可不要，我现在对他一点兴趣都没有了。哎呦，爸，快别扯别的了，爸爸，你快点给我转钱，时机不等人啊！行，那是上辈子欠的。哦，哇，转过去了，太好了！相信我，我这次一定会让你东山再起，重振雄风。走。哎，省着点花，就这么多了。姐，你怎么了？一点有意思的事情。大佬在线吗？鸡单出50万，
黑进陆氏集团总裁陆潜的电脑，窃取他的商业机密和犯罪证据。这个陆明瞎猫碰上死耗子，还真让他摸到黑客网站。不过我们网站只做黑客技术交易，从不作奸犯科，除了那个万年老二想要搞事之外。姐，要什么具体文件？要能让他身败名裂，比如偷税漏税、行贿、非法交易的证据。查无此证，他账目干净，操作合法。切，查不到是你自己技术不行，废物一个，不找别人去。所以他找你要你的黑料。对啊，有意思的。有点意思。怎么回事？这榜一大哥怎么拒绝你了？榜一大哥看起来也就那样。根据我读了30万本小说的经验，真正的高手一般都是隐藏实力的，一般都是第二。这个叉就是第二。哼，陆潜，你等着吧，你的罪证很快就会被公之于众，到时候看你还怎么嚣张。等这件事情办好之后，那个韩城肯定对我们刮目相看。没错，哼，我就说我是按商战套路。弟弟，你看小说怎么这么快？最开始你不是才看1万字？这都是我日夜苦读的结果。什么？韩城居然是我爸的亲生儿子？怎么可能？哼，那50万不要陆潜的秘密，我已经有了。我要。姐，你看啊，这是我们宴会的公开方案，到时候我打算在全城公布消息，公开我们事实。这个广告要50万，差不多吧。这笔钱不用我们出了，有人帮我们出了。那50万不要陆潜的秘密，帮我在所有平台弹广告，让所有人都知道韩城是陆潜的亲弟弟。我要让韩城一无所有。他脑袋是不太正常吧？真不用送脑科看看吗？我怎么会就突然一无所有了呢？对啊，就算没有万亿豪门继承，也有我们这个小豪门呢。姐姐，你放心啊，我绝对不会和你争家产的。韩志说了，韩城最近天天往陆潜的公司跑，等到他们的秘密被公开，我就不信他们能好过。你就是陆家那个真千金？你们虽然其貌不扬，但是眼光倒还不错，一眼就能看出来我姐才是豪门真千金。那你就是他弟弟首富继承人。你们确实眼光不错，我未来当然他们被绑走了，该不会是他们自己买的绑匪吧？这个陆明真是蠢到无可救药。喂，110吗？我要报警！我刚目睹一起绑架案，一男一女被强行绑上了一辆灰色面包车，车牌号是……弟弟，你为什么要说我是真千金啊？他们2个人一看就不合辙。姐，你别怕，你是女主，一会儿一定会有男主过来拯救你的。这是女主必经的经典桥段，我哪能看不出来他们可能是绑匪？你是不是脑子不好啊你？你要的人，我们给你绑过来了。韩志是不是你啊？我靠，我都没出声，你怎么知道是我？我一听声音，我就知道是你。韩少，我已经找了黑客，他们会帮我找到韩城的罪证，你要相信我们。
我再信你们最后一次。要是你们这次还敢骗我，我死定，你知道吗？不会，我已经知道了，韩城就是陆浅的亲弟弟，他就是我爸当年丢弃的那个孩子。你说什么？真的，你相信我，我绝对不会让韩城成为韩氏继承人的。我只认定你这一个真少爷，你一定是真假少爷小说里面的男主。原来韩城是陆浅的亲弟弟，看来之前我都想错了。不行，我得想个法子，好好治治他们。哎，过来！别动！你们已经被包围了，把人质给我放了。顶级豪门韩家举办盛大宴会，公开了继承人韩城的身世。韩老爷子对媒体公开表示，无论他是不是韩家的血脉，都是唯一继承人。啊，韩少，你看新闻，韩家居然公开承认韩城的身份，还说就算没有血缘关系也能继承家业。你爷爷老糊涂了吗？你爷爷居然说，就算韩城是外人，也比你这个亲孙子强。他怎么能这么说你？够了，陆明，你给我闭嘴！傻子，白痴！我就不该信你的鬼话。什么商战策略，什么黑客入侵，全部都是你从你的垃圾小说里面看来的。啊，现在好了，我堂堂韩家少爷要陪你在这里蹲3年大牢。啊？哎？韩志，你搞错了，你是主谋，你被判了5年，我才是3年。3年啊，3年，3年之期已到，我陆明龙王强势回归。啊，我明白了，啊，我全都明白了。啊，韩志，我之前一直以为赵柔柔和你才是主角，但其实我才是那个主角。出身富贵，却被恶毒女配和他弟弟打压，这才是标准的天选之子开局啊！哎，韩志，韩志，你听我说，我决定了。我要收你当我的第一个小弟，虽然现在你还是个不成器的反派料子，但是我会培养你的。当我陆明龙王强势回归之日，就是他韩城跟陆浅跌落尘埃之时。哈哈哈哈哈哈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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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哈哈哈！来人啊！来人啊！我要失去黄老板，不要跟这个神经病混在一起啊！来人啊！今天韩老爷子第一次来家里，我这样会不会不太好？没事儿，妈，我已经做到了韩老爷子的要求，他不会为难你的。傻孩子，你们瞒了这么久，瞒着我干什么？爷爷，不错，小城多了个姐姐，我也多了个孙女啊。韩老爷子，您来了，快，里面请。夫人，菜都齐了，辛苦了。那个韩志最近好像要申请换监狱牢房，说什么都不愿意和陆明住在一起，说什么要给陆明找个心理医生看看脑子，他们关系那么好。爷爷，陆明那是看小说把脑子看坏了。哦，原来如此。说起来，那个陆志宏
最近公司好像破产呐，想要来找你，你没有遇上过他吧？没有，距离我30米开外就会被保镖拦下来。这种毫无人性的人，就该送进监狱去。现在就是最好的安排，他从巅峰跌到低谷，后半生只会在平庸中辗转，这就是对他最大的惩罚。为我们美好的人生干杯！